各位朋友，这两天呢，有粉丝问这个美国和伊朗呢谈判，你咋也不说了呢？到底他们还打不打呀？现在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美国的3艘航母已经到了伊朗周边了，如果要打的话，早就打了啊。实情是美国的弹药库基本上打空了。而且美国的这些军方的智库呢，已经给川普做了一个报告，那个意思，美国现在没有能力去地面占领伊朗了。如果再陷入那种阿富汗式的那种战争的话，那美国可就彻底的要花了。所以说，川普现在根本就不敢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作战了。你别看架子都摆好了，但是迟迟不敢打，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伊朗这边呢，越打越有底气了，而且现在伊朗把这个川普像耍猴似的来耍他呀。这么重大的中东停火谈判，这把美国耍的这叫一个滴溜转啊，川普都快气晕了。那个记着有一个周星驰的片嘛，我进来了，我又出来了，你打我呀。哎呀，你说这都让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呀。9点20分的时候，川普宣布伊朗求着我们直接谈判，我们正派官员过去。上午9点22分，伊朗澄清，骗子，我们不会在巴基斯坦和任何的美国官员会面。下午2点20分，川普宣布，我取消了派人去巴基斯坦见伊朗人的行程，美国掌握了所有的牌，不会浪费飞机票在无谓的谈判上。最后总结说，他取消了一个已经取消的会议，简直是野蛮的可爱呀。前几天的时候呢，美国宣布伊朗服了，伊朗又要谈判了。然后呢，美国就派出了代表团想去那个巴基斯坦。结果呢，伊朗说没有啊，我没有，你胡说，不是我根本就没想再去谈判。可是呢，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呢，直接坐飞机到了巴基斯坦。美国激动坏了，川普对路透社透露说，伊朗将提出一项满足美国的报价，我们拭目以待。尽管立刻放出风说，中东问题特使的维特科夫和他的女婿紧急赶往伊斯兰堡与伊朗人举行会谈，但是呢，阿拉格齐到了巴基斯坦挥挥手，就一天不带走一片云彩，他走了。乘坐巴基斯坦提供的飞机转头就去了阿曼，这根本没搭理美国，这是放美国的鸽子吗？川普就勃然大怒，取消美国代表团赴巴基斯坦的行程。25号，川普呢当天一遍遍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是这么说的，说不久前我的合作伙伴准备出发的时候，我告诉他们，不，你们不用坐18个小时的飞机去那里，旅行浪费太多的时间，工作也太多了。他说他抱怨取消会谈的一个原因是伊朗领导层存在着严重的内斗和混乱，没有人知道谁在负责，包括是他们自己。这个时候外界传出来的消息呢，就是说议长负责谈判的伊朗的议长辞职了，就是辞去谈判代表团的职务，而不是辞去议长卡利巴夫吧叫他辞职了。你说这个也对，是吧？美国现在搞不清那个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川普说我们不会在飞机上花15个小时，刚才说不是18个小时吗？对，川普的嘴里边没准数只是为了拿到一份不够好的文件。他强调我们掌握了所有的牌，他们伊朗什么都没有。
他还披露啊，他宣布取消会谈10分钟内，伊朗就提出了新倡议。我们收到一份新文件，那份文件好得多啊。他建议以后干脆打电话吧，如果他们想谈，只打个电话过来就行，随时都可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电话来完成。取消会谈不意味着重新开始战争啊，不意味着战争，我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哎，让中国的网友都看傻了啊！那个大 V 都说了，你这多像两个小孩子较劲啊！先眨眼的那个总要大声说我没输，很生气，确实很生气。伊朗居然把川普给晾到一边去了。当然了，可能川普估计转念一想，也很快高兴起来嘛，啊，对吧？以后打电话吧，费10个小时怪累的啊。伊朗现在把这个华盛顿玩的是团团的转呢，华盛顿自己就开始脑补这个剧情了。你说这可真是风水轮流转呐。伊朗这边很有章法，访问完巴基斯坦以后，外长阿拉戈齐发推表示，对巴基斯坦的访问非常富有成效，我们非常重视巴基斯坦为恢复我们地区和平的善意和兄弟般的努力。他还说，伊朗向巴基斯坦通报了伊朗的立场，尚未确定美国是否真正的认真的对待外交。他们说美国不靠谱啊。美国的封锁还在继续，以前是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船只可以通行，其他国家不行。现在呢，美国又加了一把锁，前往伊朗的船只不行，其他的国家可以。这就意味着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彻底的封锁了，国际油价暴涨，美国暂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美国希望这种经济绞杀彻底的断绝伊朗的财路，迫使伊朗妥协。伊朗外长阿拉戈齐来回奔走的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公开呼吁伊朗人多节约能源。他对伊朗的媒体说，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请求，告诉我们站在前线的亲爱的人们，减少他们的用电量，在家里不要开10盏灯，直接开2盏，这有什么问题呢？美国对伊朗实施封锁，就想在伊朗民众中播下不满的种子。我们不需要人民做出牺牲，但我们确实要控制消费了。确实，伊朗呢现在也是够难的啊。伊朗呢现在是越来越强势和主动了，相比第一次谈判时的低调谨慎，伊朗最近越发强势和主动啊。外长呢主动出访3国：巴基斯坦、阿曼和俄罗斯。按照巴基斯坦的说法，从俄罗斯回来以后，不排除再访巴基斯坦。伊朗的强硬呢，主要是在2个核心议题上，霍尔木兹海峡一定不能放，要收费啊，浓缩铀问题可以稀释，但主权在我。这样的谈判结果呢，川普这个仗不仅是白打，而且失去了更多，打了40天的仗，原先不收费的海峡收费了，原先不高的油价也更高了，原先不满的美国人更骂娘了。但是川普气得够呛，却又不敢轻易的掀桌子，因为一旦战火重燃，没有个10天、8天、半个月停不下来，美国或许能炸死更多的伊朗领导人，但美国又不能阻止伊朗报复，最后可能连个谈判对象都找不到了。川普呢也在努力的寻找出路，为了体面的结束战争，不排除呢美国会做出更大的让步。当然了，伊朗人呢必须得忍受更多的苦难，而且保持清醒，即便真达成协议，美国的承诺靠得住吗？即便是脸被打肿了，在美国的领导人嘴里边，基调还是肯定的，美国赢了，而且赢麻了，是伊朗主动要求妥协的。当然了，这个不爽的美国踢到了伊朗的铁板，不排除会在其他场合努力将面子挣回来，这可能是又对古巴要下手啦。那么这个和谈的前景怎么样呢？哎呀，现在呀，这个美国确实是不敢对伊朗再动手了。为啥呢？因为刚刚白宫不发生了这个刺杀案嘛。川普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他，这次刺杀和伊朗有关系吗？川普赶紧的3连否认，没关系，别胡说，不是他。
他不敢把这个推到伊朗身上，然后借机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不敢了。但是最后这个僵局该怎么打破呢？这个巴基斯坦呢，说实在的还得起到一个更大的作用，多劝劝美国和伊朗，差不多呀，你们呀都见好就收吧。两只菜鸡互啄，最后也啄不出个豆来。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